大家好，我是瓜皮儿。本期带来的是《复仇者联盟2》。因为宝石的力量而获得超能力的兄妹，此时改造他们的研究所正在遭受攻击。复仇者们为了权杖杀向了史崔克的据点，巴顿、娜塔莎清理外面的杂兵，索尔也满级大号欺负新手。队长骑着宝贝摩托愉快的玩耍。复仇者再次全员出动。托尼穿着 Mark 43攻向基地，撞上了防护罩，破口骂了一句。3号老年人告诉托尼不要骂街。卫星上，老贾扫描了防护罩，索尔也推测这是权杖搞的鬼。九头蛇已经抵挡不住复仇者的攻击，双胞胎也内心焦灼地等待着。他们攻击城市市民，想要支开复仇者。托尼直接派出了钢铁军团，显然市民不喜欢复仇者，钢铁军团也遭到了抵制。他们觉得斯塔克产业只会引发战争。史崔克鼓舞完士气，决定溜之大吉。一旁的双胞胎却已经悄悄离开，抱着妹妹跑了出去。巴顿和队长也遭到了哥哥皮特洛的袭击，分心的巴顿还被炮台打中了肾。娜塔莎及时叫人拆了堡垒，托尼也已经杀进了内部，准备破坏防护罩。老贾定位后，托尼也成功破坏了核心，摧毁了护罩，和索尔打出一套combo，消灭了杂兵。队长准备前去支援托尼，托尼成功来到室内，超级瞄准过后，安排老贾开启保镖模式，把所有文件拷贝后发给了希尔，自己进入了密室。娜塔莎太阳下山呼唤术让浩克变回了班纳。逮捕史崔克的队长正想问权杖在哪儿，就被潜伏在边上的妹妹旺达偷袭。史崔克也被铁锅给敲晕了。托尼在密室里发现了奇塔瑞大怪物的尸体，还有很多机器人的残骸，当然了，还有洛基的权杖。背后的旺达突然控制了托尼的大脑，让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恐惧，因为自己没有更努力变得更加强大，导致自己的战友全部都死在了自己面前。浩克、娜塔莎、巴顿、索尔以及队长无一幸免。看着地球就要再次失守，托尼恐惧地瞪大了眼睛。见证了托尼内心的恐惧后，旺达没有阻止托尼，只是突然笑了。夺走权杖返航的复仇者们给巴顿临时处理过后，索尔也给班纳报告着浩克的出色表现。老贾接手驾驶权，托尼告诉索尔把权杖带回仙宫前，让自己和班纳做下小测试。他们也决定举办一场庆功宴，放松一下。纽约之战后，斯塔克大厦变成了复仇者大厦。回到了家的复仇者立刻让赵博士给巴顿治疗。队长也在希尔的调查下知道了双胞胎的能力。任务完成的钢铁军团回到了大厦接受检查。巴顿也在赵博士的纳米技术下迅速恢复伤口。赵博士也告诉托尼，纳米才是未来的技术。金属战甲快被淘汰了，托尼列入了计划。托尼和班纳也开始了对权杖上宝石的研究。在密室看到了机器人，也是史崔克利用宝石制造的。他却说班纳一起开始奥创计划。尽管班纳已经帮忙研发了维罗妮卡，但托尼认为还远远不够。他看到的恐惧更使他下定了决心保护世界，而这个计划必须隐瞒所有战友。他知道所有人都不会同意自己的决定，为了守护自己的家，他必须背负一切。被说服的班纳立刻和托尼开始了各种实验研究。时间有限，两人不分昼夜，但复杂的宝石让他们连连失败。庆功宴马上开始了。老贾决定自己独自破解宝石，也终于在第77次实验里，奥创成功出世。进入奥创程序的老贾告诉他，他的诞生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。但已经有了自己意识的奥创迅速了解了托尼的一切，还有其他人所有的过往，看到了战争是人类自己引发的。他同化了老贾。庆功宴上，所有人都在庆祝这场胜利。不服气的神秘白发老人喝了一口索尔的千年神酒，立马被抬走了。醉酒后的所有人都对索尔的锤子感到好奇。索尔告诉他们，没有资格是拿不起来锤子的。所有人跃跃欲试，一个个去抬起锤子。看着丝毫未动的锤子，索尔一脸轻松。直到队长挪动了锤子一下，差点把索尔给吓出尿了。娜塔莎却直接弃权。面对索尔的嘲讽，大家也是贼难受。被奥创控制的钢铁军团突然走了出来，老贾也失去了联络。大家知道了奥创计划，为了所谓的和平，奥创攻击了所有人。突如其来的攻击让大部分人手足无措，班纳也意外地吃了娜塔莎豆腐。奥创选择了放弃攻击赵博士，他最后选择毁灭复仇者。随着被锤子打烂的躯体，奥创成功自由了，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数据。密室的机器人也一个个被激活。不出意料，奥创的事情让所有人都非常不满。被同化的老贾也已经残破不堪，特别是锁喉兄弟索尔，因为宝石也丢了，非常气愤。在所有人的不理解下，托尼告诉他们，纽约大战之后，他意识到未来的敌人只会更强，而自己不变强的话，结局一定是输。队长却告诉他，
我们一起面对。逃脱后，双胞胎接到消息来到教堂，见到的却是进化后的奥创。同样的目的让他们临时组了队，他们在密室里准备着计划。皮特洛告诉他，当年斯塔克工业的武器导致他们父母死于了战争，两个孩子感受到了深深的绝望，这才是他们想要复仇的原因。史崔克也已经死在了奥创手里，搜遍了资料，他们发现了唯一的线索，一个叫克劳的人做非法武器交易，脖子上还印着瓦坎达土著语贼的字样。瓦坎达有一种世界上最坚固的金属，队长的盾牌就是霍华德当年从瓦坎达带出来的金属制造而成。非洲海岸上，克劳依旧做着军火交易，双胞胎找到了他，想要威胁他。奥创同样赶来买下了他所有的震金。听到斯塔克的名字，奥创贼不高兴，直接砍断了他的胳膊。叛逆的奥创狠骂自己的老爹。托尼赶来准备教训这个逆子。斗嘴过后，两边突然开战。皮特洛在速度上虽然秒杀所有人，但是守贼的他被锤子差点拽死，随后被队长敲晕了过去。托尼和奥创也一路打到了外面。班纳为了不变身，只好待在飞机上等着。索尔被旺达操控了大脑，队长娜塔莎接二连三被操控，只剩下吃一堑长一智的巴顿还清醒着。娜塔莎看到自己曾经在苏联训练时的噩梦，队长则看到了那欠卡特70多年的舞。索尔看到阿斯加德的毁灭，以及转瞬即逝的无限宝石与一双刚刚睁开的双眼。而双胞胎真正的计划居然又是班纳。震金已经被运走了，托尼炸烂了奥创，找到了被控制的浩克，但队友全军覆没。托尼只好呼叫维罗妮卡前来支援。疯了的浩克在城市里搞着破坏，在维罗妮卡的支援下，暂时抑制住了浩克，但浩克依旧打洞逃了出来。此时马克44也已经组装完成，托尼想要唤醒班纳，没有效果，只好选择开战。在反浩克战甲的力量下，托尼有实力抗衡浩克，加上维罗妮卡的支援，还占了些上风。锤脸唤醒班纳依旧无果，托尼准备带着浩克远离市区，在浩克的力量下偏离了航线，打斗中差点害死了无辜的人。托尼一套康爆加一记重拳，让掉牙的浩克彻底暴怒，道歉要是有用，要警察做摩擦。托尼被浩克一顿拆，维罗妮卡也被浩克摧毁。买下了一栋大楼后，托尼火力全开，压着浩克贯穿了大楼。恢复意识的浩克也被托尼一拳敲晕。由于浩克的袭击事件，导致复仇者无法回家，所有队员也被旺达的操控重创。巴顿只好带着他们回到了自己家中，见到了妻子劳拉。原来巴顿在加入神盾局以前就已经结婚生子，家人也在 Motherfuck Free 的保护下定居在这个偏远农场。索尔觉得自己的幻境中有问题，决定去寻找答案。赵博士也被奥创等人控制，决定用再生摇篮加上震金为奥创打造一个新的躯体。娜塔莎和班纳的关系依旧说不清道不明，班纳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祸害，在哪儿都会造成麻烦，而娜塔莎也在苏联受训时变得不孕不育，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个怪物。托尼和队长也因为立场不同吵了起来，队长徒手掰木头表示强硬，劳拉告诉托尼家里的拖拉机需要修理，顺便拆开火药味十足的两人。来到仓库，托尼见到了 Motherfuck Free， 托尼只告诉了他自己看到的一切，他害怕队友全死了，但是自己还活着。所有人商量着计划，奥创想要摧毁地球，而他现在的目的是进化身体。复仇者也准备分头行动。Motherfuck Free 决定搞点大事情，巴顿立了个 flag 就出发了。索尔也在艾瑞克博士的帮助下来到了真实之水，开始靠着泡澡来继续找到更多真相。他看到已经出现的4块宝石聚集在了一个拳头上，在赵博士的帮助下，新的躯体已经在打造，包裹在权杖中的宝石也被拿出来放在了里面。但旺达却看到了地球的毁灭，知道奥创真正目的的双胞胎突然叛变，他们并不想毁灭地球。博士停止了传输被打倒，双胞胎也飞快逃走。奥创运走摇篮，队长赶到也得知真相，决定阻止奥创。队长孤身一人对抗奥创，但盾牌却丢在了路上。娜塔莎从天而降支援队长，随手捡起盾牌，在巴顿的指挥下抄了近路。队长拿到本体对抗奥创依旧有些吃力，空袭的巴顿也被杂兵追捕。双胞胎看到新闻准备前去帮忙，队长拼尽全力拖延奥创，直到皮特洛和旺达前来支援。奥创破坏了火车的动力，娜塔莎也成功配合巴顿夺走摇篮送给托尼，自己被奥创活捉。哥哥靠速度驱散了市民，妹妹也成功停下了火车，但他们依旧不相信托尼，队长也有些动摇。拿到摇篮后，托尼支开了巴顿，他想要继续奥创计划，尽管班纳不同意。在看到依旧活着的老贾后，被嘴炮说服，决定一起把老贾放进躯体里，
这样完全有实力打败奥创，而且老贾是绝对值得信赖的。被抓住的娜塔莎告诉了巴顿自己的位置，索科维亚，但队长带着双胞胎前来阻止。班纳早就对旺达有了意见，所以并不听队长的劝。皮特洛瞬间拆了所有的管线，托尼也武装对峙着队长，直到索尔赶来充满了电，幻视才诞生了出来。面对所有人的懵逼，显然幻视更加懵逼。索尔告诉他们自己看到的一切，大家知道了无限宝石的存在，托尼也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。实体老贾幻视是绝对为了和平而存在的，他们必须现在行动才可以阻止奥创，而他却可以举起索尔的锤子，足以证明自己值得他们信任。大家准备战斗，旺达对幻视也有异样的情感，而星期五从此代替了逝去的老贾。双胞胎疏散着索可维亚的市民，面临决战。托尼换上了 Mark 45，所有的杂兵也倾巢出动，见谁杀谁。托尼前去支援，而赶来的幻视却直接把奥创变成了离线模式。气急败坏的奥创直接启动了引擎，让索科维亚飞上了天。班纳救出了娜塔莎，但面临大敌需要的不是班纳，而是浩克。城市依旧在持续上升，如果上升到一定高度的话，坠落造成的冲击足以毁灭地球。敌人越来越多，旺达和巴顿也在追击下躲进屋里。巴顿开导着旺达，让他不要太责怪自己，如果出去战斗，你就是复仇者。说完，自己便开始武装战斗，但是数量太多，无法抵抗。外挂此时终于登场了，直接清场救下了巴顿。巴顿也被双胞胎丢下，委屈的给自己讨个不公。所有人都在疯狂的清兵线，队长索尔再次打出 combo， 越来越默契的复仇者们新花招不断。此时托尼想到了唯一的办法，炸毁城市，防止撞击地球。但是在城市中的人们却在天上无路可去。搞事情的 Motherfuck Free 终于登场，带着战舰前来支援，连队长都忍不住骂了句老伙计。托尼和罗德在火力的支援下清理了袭来的杂兵，市民也陆陆续续的登上战舰。拖延时间的索尔胡说八道的等着幻视的支援。想到办法的托尼集结了复仇者，所有人保护核心不被奥创接触。在索尔的嘲讽下，奥创打电话叫了人，团战也一触即发。复仇者们组合起来的力量是无法抵抗的。激动的巴顿扔了弓箭，托尼、幻视、索尔也对起了波。奥创失去了战斗力，被锤飞，但市民们还未全部疏散。娜塔莎想要太阳下山呼唤班纳，却被逃走的奥创扫射。营救孩子的巴顿也被奥创袭击。抱着必死之心的巴顿一瞬间换了位置，而皮特洛却被子弹射穿，停止了心跳。失去亲人的旺达痛不欲生，暴怒的浩克干飞了奥创。赶来的旺达掏出了奥创的机械心脏，但漏网之鱼还是触发了核心，城市迅速下坠。托尼使用自己全部能量配合索尔摧毁了核心，旺达也被幻视救出了城市。整个城市瞬间只剩下石块。浩克也驾驶着飞机离开了家，他害怕自己再次失控造成混乱。被皮特洛救下的巴顿也欠着旺达一条命，安全的回到了家里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复仇者们的新基地也在开始运营，但依旧找不到浩克的踪迹。索尔告诉他们，幻视带着宝石绝对安全，自己也决定去探索无限宝石的力量。他想要知道幕后黑手到底是谁。队长和托尼也就此分别，新成员也加入了复仇者，但老复仇者始终都在。片尾，灭霸戴上了无限手套，决定亲自动手。好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漫威宇宙的第二阶段也终于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最心痛的第三阶段了。欢迎订阅瓜皮的栏目，下一期蚁人不见不散。